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一博的表现也得到无名主创的认可。电影《无名》已于2023年春节档上映。大年初一晚，导演程耳、主演王一博、王传君做客看看新闻，与网友共同畅聊电影《无名》背后的故事。电影《无名》于大年初一上映，上映之前接受采访时，王一博说：“希望大家多多去看《无名》，不喜欢我的人可以去看我挨打，喜欢我的人可以去看我这一次的表演。”旁边的导演程耳笑说自己被这个玩笑乐了半天，不过王一博在这个戏里确实被揍得太惨了。无名聚焦波谲云诡的隐蔽战线，讲述了地下工作者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出情报，用生命与热血保卫祖国的故事。影片由程耳编剧并执导，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森博之、大鹏、王传君、江疏影、张婧仪主演。国产电影市场上鲜少推出谍战题材的影片，距离我们较近的是张艺谋执导的《悬崖之上》，同期没有高品质的影片竞争，再加上张艺谋首次尝试谍战作品，只要把控住了作品整体的悬疑感，依然拿到了超过10亿的票房成绩。这也证明了谍战题材的电影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不过选在春节档这样的时间段上映，对于无名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演员的挑选，程耳看重的是演员身上要有独特的气质，第二是符合电影拍摄城市的设定。王一博是程耳最初选择，也是最终选择，不二人选。王一博回忆说，当时他从横店拍完戏回到北京，收到信息说程耳导演想要来找他拍戏，当时非常激动，公司的杜总就带着我去见了导演，在导演的公司，具体聊什么记得不是特别深了，也没有聊很多，就聊了一些喜欢的电影，看过的电影，很快就结束了这个聊天的过程。程耳也说当时就是泛泛之谈，我当时是拜托了黄磊，说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可以让我去跟王一博聊一聊，黄磊去拜托了何炅，然后我们就见面了。我和他初次见面都是比较腼腆。无名作为王一博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他感谢导演的指导，他告诉我需要去怎么做，怎么完成，去借鉴什么样的表演，哪个是更准确的方向，导演都会跟我说的特别清楚。导演真的非常尊重每一个工作人员，尊重自己的作品，尊重电影。然后是关心，我觉得导演对于演员的保护和关心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他非常关心演员感受，让演员沉下心，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准备自己的情绪，不用思考大家是不是还在等我准备，现场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程耳夸王一博非常谦逊，而且沉稳的超越了他的年纪，他礼貌、谦逊，我觉得太难得了，这与他的教育、修养、修为有关。对于导演很重要的一点，是我需要演员完全投入到拍戏中，不要被额外的东西干扰。我觉得一博在这一点上确实做到了，不仅是我，剧组其他工作人员都觉得特别舒服。他的那种沉稳超出了他这个年纪，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最后为什么能呈现出这么好的一个王一博，就因为这种合作的方式，他谦谦君子的这种面貌以及行为方式，
已经决定了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去把这个电影拍得更好，人物塑造得更好，所以特别感谢一博。虽然在这之前，王一博很少在大荧幕中露脸，其代表作大都是国产影视剧，比如《陈情令》《冰与火》等，但进军大银幕对王一博来说是一次转型的必经之路。作为当红顶流，虽然人气一路走高，但演技水准却不可避免地受到争议。王一博坦言，在无名剧组，是我从出道到现在，或者说是我人生中压力最大的一次。尤其是知道会和梁朝伟有很多对手戏，就很紧张。跟梁先生拍之前，导演跟我说了之后会有跟梁先生有对手戏，让我做准备，让我在房间里看电影，做了很多准备工作。那时候压力蹭的一下就起来了，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拍摄结束，压力并没有释放，压力一直都在。其实这个压力是能帮助到我在这个角色身上的，因为这个角色在那样的环境下，他肯定每天都有压力的，把这个压力带到自己的角色上，可能就会对我有很多帮助。谈及和梁朝伟的那场打戏，王一博说拍摄之前他练了很多，跟武行老师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开拍之前，梁先生真得太好了，他说没事，放心打，我都带了保护的，你一定要放开。梁先生人真得特别好，他要拿瓶子砸我，不希望我受伤，会砸到我的瞬间，那个酒瓶就停下来了，更多的渣子都掉到了梁先生的脸上，他真的是特别好。无名证明了王一博的演技水准。从与其对阵的演员来看，梁朝伟和周迅都是公认的影帝、影后级演员，他们的演技已经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王一博需要积累更多的演技经验，交出更多优质的作品，才有可能达到这样的水准。而无名这部作品给王一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是一个典型的遇强则强的演员。与梁朝伟和周迅面对面飙戏时，非但没有让观众觉得出戏，反而惊叹于王一博的演技潜力。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关键是这一次王一博在影片中还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枪战戏和打戏，换做其他的流量演员，或许在呈现这些镜头时都会用慢动作代替，或是用爱豆找镜头的方式，演绎的过于油腻刻意，但王一博却是拳到肉，每一场打戏都让人觉得无比精彩。每次拍完戏，王一博还会认真看回放。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一天拍摄，我们要早上拍抬人的那场戏，导演给我看了一个在拍那场戏之前的画面，是非常远的一个镜头，几个人冲出去开枪，被击倒躺下，那个画面非常像纪录片，让我印象很深。之后再去看监视器的时候，会更加在意自己的表演去怎么调整。王一博的表现也得到无名主创的认可，大鹏和王一博合作了无名后，王一博又出演了他的导演新作《灿烂》。大鹏说，作为一博后续电影的导演，我是多么庆幸他的第一部电影是无名，我相信无名对于一博的成长和进步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这是一个宝贵的学堂。原本王一博是无名最大的变数，毕竟他不像梁朝伟和周迅，已经有多部优质佳作傍身，对于悬疑题材的把控也十分熟稔。梁朝伟有《无间道》，周迅是谍战天花板风声的主演，两人无论是演绎正面角色或是反面形象都不会让观众出戏。而王一博不但很少尝试谍战作品，同时大部分代表作也都与古偶甜宠挂钩，走出擅长的领域，
在戏路上完成彻底的转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不过《无名》这部作品之后，却让王一博成为了第二个四字弟弟，既具备着高人气，也有过硬的演技水准，再加上影片拿到了亮眼的票房成绩，也证明了王一博的票房号召力。接下来王一博好资源拿到手软，他也将会迅速进入100亿票房演员的行列。但《无名》的成功并不只有王一博的功劳，梁朝伟和周迅就是这部影片里的定海神针，两位演员都是自带故事感的，即便是在没有台词的情况下，梁朝伟和周迅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将氛围感拉满。影片中梁朝伟饰演的角色一开始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正派还是反派，甚至到他与日本人接触时，眼神中没有任何的审视与防备，很难不直接将他定性成反面形象。然而正如导演程耳所说，这部影片不看到最后都无法将人物与故事的逻辑理清。而与梁朝伟一样增加影片悬疑感的就是周迅。早在《风声》这部作品中，周迅就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表面张扬放肆的顾小梦也有其心细如发的一面。周迅此次饰演的角色虽然与顾小梦截然不同，但还是能够让观众们惊鸿一瞥。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在县委大院中演技受到争议的黄磊，在《无名》这部大荧幕作品中终于可以为自己证明了，不再是演绎脸谱化的角色，而是又一次拓宽了自己的戏路。没想到刻画了那么多婆婆妈妈中年男人的黄磊，在这样一部年代谍战大剧中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反差感。由于年轻时候的黄磊与周迅合作过多部优质剧集，早在两人合作《小敏家》时就让观众感受了一把爷青回的梦幻联动。此次在截然不同的题材中继续演绎对手戏，尽管已经不是当年的青涩模样，但还是让人感慨万分。曾经凭借着《我不是药神》中的吕受益一角人气大噪的王传君，在摆脱了关谷神奇这一角色留给大家的固有印象后，在热播的科幻剧《三体》中，他又挑战了科学家丁仪一角。而这一次王传君又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演员对角色的尊重与坚持，精湛演技让人挑不出错。还有大鹏抛开喜剧人形象演绎狡猾的角色，竟然让人毫无违和感。事实证明，喜剧演员能够把喜剧演绎到位，必然能够在其他类型的作品中如鱼得水。而大鹏就是这样一位被低估了的实力派，在《无名》中从扮相到微表情和眼神戏，处处都展现出了他个人的演技魅力。就连青年演员张婧仪演绎的舞女形象也没有半点的学生气，却又在魅惑中透露着几分清纯。没想到张婧仪的眼神戏竟然如此有感染力，当真是未来可期啊！除了演员们的精彩表现之外，也离不开导演程耳对于整体品质的把控。不愧是曾经拍出过《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导演，整部电影的质感和画风都透露着一股浓郁的年代感和高级感，这也是《无名》能够在春节档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王传君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付出是成正比的。拍《无名》时，王一博睡眠很少，为电影投入了很多，包括对文本的理解，包括他学上海话，他一直塞着个耳机，他每天化妆的时候都是塞着耳塞，拿着平板在那儿看资料。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